爱沙尼亚是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一个国家。人类在爱沙尼亚定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000年。爱沙尼亚这个名字由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于公元前98年首次提及。爱沙尼亚的现代国名 Isti 来源于古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称那些住在东斯堪的纳维亚的部族们为 Esti。在塔西佗著作《日耳曼尼亚志》中，爱沙尼亚在公元1世纪的社会制度被描述为以长老为核心的氏族家长制。在东斯拉夫语中，爱沙尼亚人和与之密切相关的芬兰部落被称为楚德人。约公元1030年，基辅罗斯大公治者亚罗斯拉夫试图征服爱沙尼亚东南部的楚德人，但没有成功。到13世纪，爱沙尼亚分为8个主要县，各个县独立运作，只形成松散的防御联盟来抵御外来威胁。这一时期，爱沙尼亚有2种区域文化，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内陆地区与波罗的海人和普斯科夫公国的联系则更为紧密。从10世纪起，通过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爱沙尼亚地区接触到了基督教。当时，夹在信奉天主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之间的爱沙尼亚南部地区，是当时欧洲大陆上最后的异教徒聚居地。1199年，教皇英诺森3世以保卫利沃尼亚的基督徒为名，发动了北方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后，现在的爱沙尼亚南部和拉脱维亚的领土被命名为 Terra Mariana， 后来它被简称为利沃尼亚。北爱沙尼亚则成为丹麦控制下的爱沙尼亚公国。1343年，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席卷了爱沙尼亚北部。条顿骑士团在1345年镇压了这场叛乱，并于次年从丹麦国王手中买下了爱沙尼亚的土地。叛乱失败后的几个世纪里，低地德语成为爱沙尼亚城市和乡村统治精英的语言。到17世纪初，根据结束第一次波兰-瑞典战争的阿尔特马克停战协定，1629年，波兰立陶宛联邦将利沃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割让给瑞典，因此所有爱沙尼亚土地均处于瑞典的统治之下。长期的战争使这个国家满目疮痍，这给德国贵族提供了扩大庄园、增加税收和征收更多无偿劳动的机会。虽然大部分农村人口仍然处于农奴制之下，但国王查理11世统治下的法律改革加强了农奴和自由佃农的土地使用和继承权，使这一时期在历史记忆中享有美好的旧瑞典时代的美誉。随着第2次北方战争的结束，俄罗斯沙皇彼得一世终于实现了其前任的梦想，征服了波罗的海省份。1804年，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统治下，利沃尼亚农民被赋予了私有财产和继承权。1816年和1819年，爱沙尼亚通过了废除农奴制的法案。爱沙尼亚农民从这些改革中受益，到19世纪末，他们拥有了该国2/5的私有土地。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繁荣，人口也随之增加。亚历山大3世继位后，俄罗斯刑法和民法取代了旧的波罗的海法典。1887年，俄语取代德语和爱沙尼亚语成为教学语言。1894年，亚历山大3世去世后，俄罗斯政府的权威性减弱，爱沙尼亚民族运动得以政治化。该运动的领导人并不要求独立，而是要求承认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1917年，俄罗斯帝国崩溃后，俄罗斯临时政府顺应民意，将2个爱沙尼亚语省合并为爱沙尼亚自治省，并选举产生了爱沙尼亚省议会。第1次世界大战后期的1918年2月25日，爱沙尼亚的德裔居民在德林斯汉森男爵领导下发动暴动，请求德国军队进入爱沙尼亚。根据1918年3月3日苏俄与德意志帝国签订的布列斯特合约，苏俄将芬兰、爱沙尼亚等地割让给德国。1918年11月，德国爆发11月革命，苏俄借机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合约。爱沙尼亚于是在1918年11月28日宣布独立。其后，爱沙尼亚德裔居民组建了志愿军团。1919年2月1日，曾经率兵参加芬兰内战的德国将军戈尔茨率领由德国军人组成的自由军团前往爱沙尼亚援战。爱沙尼亚与苏俄政府在1920年2月2日签署了塔尔图合约，苏维埃俄国其后承认了爱沙尼亚的独立。苏联在1926年和1932年先后与包括爱沙尼亚在内的波罗的海3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1927年，苏联通过外交手段制止了波兰对立陶宛的侵犯，赢得了波罗的海三国形式上的友谊。由于一战后凡尔赛体系对德国的过分宰割，使德国民族复仇主义情绪高涨，德国纳粹党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夺取政权后，撕毁了凡尔赛条约，世界重新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中。面对着法西斯的威胁，苏联寄希望与英法合作。因英法的绥靖政策，迫使苏联在外交策略上转向自保，多次谈判无果后，苏联选择与德国接洽。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一旦波罗的海国家所属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将是德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界限。德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也暂时承认了苏联的利益。仅仅过了9天，德国就发动了对波兰的进攻。苏军眼见德军取胜得太快，便打着保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居民的旗号，迅速抢夺土地，以寇松县为界，瓜分到波兰东部，还从希特勒那里换来了立陶宛的势力范围。在西线战事不到1年，德军便横扫西欧。在法国被德军占领后，苏联的国防压力陡然上升，吞并波罗的海三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1939年9月19日，苏联海军借口搜捕波兰潜艇进入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地区，同时还指责是爱沙尼亚放走了潜艇。波兰潜艇雄鹰号逃离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后，却给爱沙尼亚带来灭顶之灾。当时，苏联以签署商务协定的名义邀请爱沙尼亚外长瑟尔特尔访苏。瑟尔特尔抵达莫斯科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再度提到了潜艇事件，并直言不讳道苏联要求扩大自己的安全体系。斯大林加入谈判后，更是要求必须在爱沙尼亚部署苏联军队。9月28日，双方正式签约，苏联获得了建设海军与空军基地的权利。早在1934年9月12日，波罗的海三国就缔结了波罗的海公约。随着德军在战场上不断推进，三国的立场逐渐转向亲德，其中最为活跃的是爱沙尼亚。爱沙尼亚从一开始就向德国大量购买武器装备，同时爱沙尼亚还做好了禁止苏军过境的决心。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让波罗的海三国的努力付之东流。苏联的军事占领既然无法避免，三国开始抱团取暖，想方设法减少苏联的驻军。到1940年初，德军在战场上取得大捷，波罗的海三国认为有了靠山。同年2月，三国联合刊物《波罗的海评论》发行，连篇累牍地发表反苏宣传，境内甚至发生了苏军士兵失踪并被虐待致死的事件。经查明，此事与立陶宛政府有关，目的是为了窃取苏军机密，让苏军无法立足。士兵失踪事件最终让三国落下了被吞并的口实。苏联首先针对的是立陶宛。1940年5月25日，莫洛托夫指责立陶宛政府在士兵失踪事件上采取包庇态度，并且要求立陶宛方面立刻找回失踪士兵。1个月后，莫洛托夫在电文中断定波罗的海三国以秘密缔结反苏同盟，确认三国的县政府是不可靠的。为保证互助条约得到完全的执行，在同一天，莫洛托夫还召回立陶宛外长，宣读了苏联增派军队驻扎到包括首都考纳斯的所有重要地区的决定。重要的是，立陶宛在答复上不能有任何的拖延，必须全部接受，否则苏军立即出兵。在最后通牒的压力下，第2天，立陶宛政府便集体辞职。莫洛托夫马不停蹄地找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宣读了与针对立陶宛相同的决定。两国自知抵抗无用，无奈地接受了苏联的要求。7月14日与15日，三国陆续进行换届选举，在新的议会中出现了请求加入苏联的声音。最终在1940年8月，波罗的海三国正式加入苏联，东方防线由此建立完成。三国刚刚并入，苏联就着手在新边界修建工事，作为防守列宁格勒的缓冲地带。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入侵苏联，3个星期后，德国军队占领了爱沙尼亚全境。爱沙尼亚人视德国军队为解放者，并与其展开合作，在武装党卫军中还成立了一个爱沙尼亚师。1944年9月，德军从爱沙尼亚撤退时，原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组建了流亡政府，该政府一直延续到1992年。由于爱沙尼亚人与德国合作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遭到苏联的严厉惩罚。苏联红军轰炸了塔林和纳尔瓦等城市，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同时，苏联还调整了该加盟共和国的边界，把一部分领土转给了俄罗斯。从1949年5月起，苏联开始向西伯利亚流放爱沙尼亚人，并迁入俄罗斯人，以改变该共和国的人口构成。至1952年，爱沙尼亚人在该共和国内的比例已从1941年的90%下降至48%。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爱沙尼亚的控制有所放松。1960年，开通了塔林至赫尔辛基的轮渡。戈尔巴乔夫时代，对爱沙尼亚的控制进一步放松，该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1988年11月16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共和国享有独立于苏联的主权的声明。3个月后，爱沙尼亚语成为该国官方语言。之后，爱沙尼亚恢复了第一共和国时期的蓝黑白三色国旗。1990年5月，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宣布恢复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国号，并且规定，只有经该苏维埃批准通过的法律才可在爱沙尼亚施行。1991年8月，爱沙尼亚正式宣布独立，次月得到苏联承认。1992年6月通过了新宪法，并于9月举行了立法和总统选举，得到祖国联盟支持的伦纳特·梅里当选总统。爱沙尼亚独立的关键问题之一是1940年苏联吞并爱沙尼亚后移民到共和国的居民的权利。这些非族裔的爱沙尼亚人大部分是俄罗斯族，必须申请公民身份，入籍要求包括精通爱沙尼亚语。由于这一问题以及俄罗斯军队继续驻扎在爱沙尼亚，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关系变得紧张。俄罗斯军队最终于1994年8月撤离了该国。虽然受到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爱沙尼亚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相当强劲。新世纪之交，爱沙尼亚启动了蒂格里湖配计划，旨在成为信息社会，并完成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谈判。2007年12月21日，爱沙尼亚成为申根公约会员国。2011年，爱沙尼亚加入欧元区。2025年2月9日，爱沙尼亚的电力系统实现与欧洲电网同步，